小说里有这样一个角色，小师妹被抓，他替她挡刀。小师妹灵根受损，他的灵根被生生挖走。等到他彻底没有价值的那一天，师尊一剑穿心，了结了他的一生。这个角色叫叶鞘，而现在翟艺莹要把他从纸面上救出来。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翟艺莹的新剧《一剑星河渡》。先说说这个叶鞘到底有多惨。原著小说的设定里，他是宗门里注定被牺牲的羽 quote。20节羽 quote， 从头到尾，他的存在意义就是给女主角当垫脚石。这种设定在网文卷里其实挺常见的，大家管它叫羽 quote 工具人，羽 quote 命格。可这一次不一样，原著作者干脆把整个故事的视角从那个所谓的羽 quote 白月光女主羽 quote 身上挪到了这个工具人身上。叶鞘不想再当垫脚石了，他转头就叛出了原来的宗门，一路跑去投奔画风完全不同的长明宗。这个设定一出来，很多书粉当年追更的时候都说，这才是真正的爽文该有的样子。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翟艺莹接下这个角色？说真的，这背后的时间线挺耐人寻味的。就在今年5月，翟艺莹刚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他原本已经为短剧《昼以继夜2》预留好档期，主题曲宣传都做了，结果因为个人事务临时退出了拍摄。片方那边等不了，最后换角朱小雪接演，网上一度吵得挺凶，审美差异、行业效率，各种声音都有。这件事说明什么？说明翟艺莹这半年的档期紧到几乎没有喘息的空间。而就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他依然把一剑星河渡这个角色留在了手里，没有推掉。你们品，这说明他本人或者说他的团队对这个角色的重视程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好，人物说完了，咱们说说这部剧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叶鞘投奔的长明宗，画风跟原来的宗门完全是两个极端，原来那边压抑、阴暗、等级森严，长明宗这边则是自由散漫，氛围轻松，一群人凑在一起，感觉不像修仙门派，倒像是一个草台班子。但别被这种松散的表象骗了。剧里给叶鞘配了4个羽 quote 天才师兄羽 quote， 演员阵容里包括李卓阳这些人一起组队闯秘境。剧情往前推，叶鞘要跟这几位师兄一起联手把原著里那个搞事情的羽 quote 白莲花羽 quote 女主角的算计一层一层撕开。而这个过程里，宗门禁忌、秘境探险，还有暗藏的魔族势力这条暗线会一环扣一环的展开。如果你也觉得这种羽 quote 工具人开局反手先捉羽 quote 的设定不简单，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咱们再往深了聊一层，这类羽 quote 团灭原著剧本、集体改命羽 quote 的故事，这2年在网文圈其实已经跑出过好几个爆款，但真正被影视化还配上这么整齐的演员阵容的并不算多。叶鞘这个角色最讨巧的地方在于，他表面上是长明宗里最会摸鱼、最爱偷懒的那一个，暗地里却剑道、符箓、炼药3修，一个人卷成3个人用。这种羽 quote 扮猪吃虎羽 quote 的反差感，恰好也是翟艺莹这半年在娱乐圈里的处境。外界看他像是被行业推着走、被换角风波裹挟的普通艺人，但他自己手里其实握着好几张牌没打出来。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剧虽然还没有正式定档，却已经提前聚集了一批相当稳定的关注者。预约通道刚刚开启，不少原著粉第一时间就选择预约，并不是因为宣传铺天盖地，而是因为大家都想看看这部曾经陪伴自己追更的小说到底会怎样被搬上荧幕。事实上，现在的观众越来越理性，他们不会轻易因为一句爆款 IP 就买单，更不会因为演员阵容就盲目追剧。真正能够吸引他们的是制作团队有没有认真理解原著精神，有没有尊重角色成长逻辑。从目前曝光的物料来看，至少大家能够感受到剧组想要还原那个充满少年义气和宗门热血的修仙世界。如果后续剧情节奏、人物塑造和特效质量能够保持稳定，这部剧完全有机会成为今年古装奇幻赛道里的一匹黑马。当然，一切最终还是要交给播出后的市场验证，但至少现在它已经拥有了一个不错的起点。评论区也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如果让你在4位师兄里选择一个最期待的人物，你会选谁？是沉稳可靠，总能在关键时刻撑起全局的大师兄，还是天赋惊人却背负秘密的角色？又或者是那些看似搞笑，实际上隐藏着巨大成长空间的人物？当然，也有人最关心的依然还是叶鞘，毕竟他最大的魅力从来都不是一路开挂，而是在别人都认为结局已经注定的时候，依旧敢于主动去改变命运。他每一次选择都像是在告诉所有人，真正决定人生走向的从来不是命运本身，而是面对命运时的态度。如果电视剧能够把这种精神完整呈现出来，相信无论是不是原著粉，都能够从叶鞘身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所以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大胆预测，你觉得叶鞘接下来会怎样一步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逆天改命？哪一个名场面又最有可能成为全剧最大的高光时刻？最后说3点，也是我认为这部剧目前最值得关注的3个地方。第一，服化道确实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期。从已经公开的剧照和预告物料来看，无论是服装纹样、色彩搭配，还是人物妆造，都保持了较高的统一性，不同宗门之间也拥有鲜明的视觉区分。尤其是长明宗整体的团队氛围，并没有走传统仙侠剧一味追求华丽的路线，而是更强调角色之间的群像感和辨识度，这对于后续塑造人物关系非常重要。第二，翟一莹过去半年经历了退出、换角以及各种舆论争议，但他最终还是坚持完成这部作品。很多时候，一个演员真正能够赢得观众认可的，并不是一句回应，而是一部作品。他没有一直停留在争议里，而是选择用角色说话，这种态度本身就值得尊重。第三，也是最令人期待的一点，就是原著那个曾经被命运轻易抹去，甚至只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工具人，最终会不会在影视化之后，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完整人生？如果电视剧能够把改命2个字真正拍出力量，让每一个角色都拥有成长与选择，那么它讲述的就不仅仅是一部修仙故事，更是一种关于勇气、选择与成长的人生寓言。这或许也是我靠摆烂拯救了全宗门真正有机会打动观众的原因。如今预约通道已经正式开启，剩下的悬念就只等待官方公布最终定档时间。从目前释放的信息来看，这部剧已经具备了不错的话题热度，也拥有原著粉和普通观众双重关注。如果后续宣传节奏持续发力，再加上剧情质量能够达到预期，它完全有机会成为今年最值得讨论的古装奇幻作品之一。当然，最终成绩如何，还需要市场和观众共同给出答案。但至少现在，这部剧已经成功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至于叶鞘究竟能不能带着整个长明宗真正改写命运，翟一莹又能否借着这个角色迎来事业新的突破，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答案。关注我，第一时间带大家解读最新动态，我们下期见。